是不是你偷了我家蘑菇？你个小兔崽子，快开门！表哥，表哥，你快醒醒啊！表哥，王铁花都在门口骂了半个小时了。表哥，这鬼地方是哪儿啊？我这是穿越了，成为了一个父母离奇失踪、穷的不能再穷的农村青年。表哥，你终于醒了。咱俩昨天偷王铁花家蘑菇的事儿被他发现了，他现在在门口堵咱呢，怎么办呀？穷到偷别人的蘑菇吃啊！哎，犯错就要认罚，挨打就要立正，想办法赔给他们。走。我的好表哥呀，咱俩穷的连饭都吃不上，怎么赔啊？快开门，你个小兔崽子！你个小兔崽子终于出来了，说是不是你偷了我们家的蘑菇？除了他俩穷光蛋，还能有谁啊？就算知道是他偷的，又能怎么样呢？他俩穷的饭都吃不上，哪有钱来赔偿啊？多少钱？我赔你。你赔？你赔得起吗？怕是兜里1毛钱都没有吧？蘑菇本身的钱加上我的精神损失费，我也不多要，你给我200块钱就行了。3天之后，我给你200，绝不食言。好，等你3天。哎呀，现在身上可是1毛都没有啊！3天时间，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上哪儿去弄200块啊？恭喜宿主成功激活采集致富系统，采集商户获得7分，积分可以兑换任意物品，助力宿主发家致富。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穿越开挂才能富啊！我就住在大山里，采集山货还不是轻轻松松？老子终于要发财了！他看不到，看来这个系统界面只有我才能看见。走，表妹，哥带你进山，赶山赚钱去。表哥，快来，这里有蘑菇。哎，等一下，系统说只有我自己采集的蘑菇才能换成积分，还是我自己来吧。宿主采集基优魔1朵，获得10系统积分。你去边上歇着，这些我自己来采就行。表哥平常都没自己动过手，今天怎么跟没见过蘑菇一样？算了算了，他想自己采就自己采吧。宿主共采集基优魔75朵，获得750系统积分。哎呀，这一会儿我就赚了750积分，看看能换点什么。这一瓶洗衣液只要50积分，5朵蘑菇就轻松赚到了。一双手套只要100积分，还有这双登山鞋只要250积分。我去，这用积分兑换可比我在外边拿钱买便宜多了。只是采了这么一会儿就赚了这么多东西。先换瓶洗衣液，把衣服先给洗了，然后再换双登山鞋卖了，把欠王铁花的钱给赔了。真的兑换到洗衣液了。再来2双登山鞋，采了几朵蘑菇就能换到这么多东西。既然现在获得积分的办法只有采集山货这一种，那我明天一大早就进山，只要多赚取点积分，看来发家致富也不是梦啊！亲爱的山货们，等着我啊！看哥明天不踩死你们！扁鹊，昨天我朋友过来送了我2双登山鞋，我那双让我给卖了，你那双我给你留着呢。真的吗，表哥？你等着我啊，我现在就过去。啊，你来的时候顺路把那王铁花叫过来，就说钱我已经准备好了。表哥，你的鞋。这鞋看起来可真不便宜啊，表哥对我可真好。王大婶，这是赔你的200块蘑菇钱，怎么样？我沉默说话算话吧？我还真是小看你，这次的事儿就过去了，下次你再敢偷我家的蘑菇，可就不是200块的事儿了。就你那点蘑菇，才值几个钱啊？给你200块，你就偷着乐吧。200块，哥采一会儿蘑菇就赚到了。扁鹊，快换上你的新登山鞋，咱上山采山货去。行。哎呦，扁鹊，
哎呀，这身体素质真差劲儿啊！等攒够了积分，得赶紧在系统里兑换一点大力丸吃吃。你说那个全人蘑菇的秘密基地，还有多久才能到啊？快到了，哥，这条路走到尽头就是。咱走吧。看来还是要抓紧采山货赚积分啊！等我赚了大钱，就不用吃这苦了。表哥，你快看，这是什么？我去，居然是松树魔！宿主采集松树魔1朵，获得50系统积分。那个扁鹊，你先去前面找找，看看有没有松树魔。等这棵树我采完，我就过去找你啊。哎，行。50，这全是积分，全是钱啊！宿主共采集松树魔70朵，获得3500系统积分。发了，3500积分，再加上之前剩的200积分，我现在一共有3700积分。看看能在系统里多换点什么好东西吧。这1平方米系统空间，这不就是小说里的储物空间吗？哎，兑换！恭喜宿主获得1平方米系统空间，宿主只需用手触摸物品，就可以将其收进系统空间内。让我来试试这个储物空间。棍子真的放进空间了，还能随意拿出来。这以后所有的值钱东西都可以放到这系统空间里，这不比保险箱强10000倍啊！这不比保险箱强10000倍啊！表哥，你那里采完了没？快来，这里有精油膜。哎，来了。宿主采集机油膜1朵，价值10系统积分。可惜只有我亲手采集的山货才能换成积分，表妹采的这大筐蘑菇算是浪费了。宿主可花费1000积分，在系统商城内兑换附庸手套。任何人穿戴此手套采摘山货，宿主都可以获得积分。附庸手套只可兑换1次。兑换1双手套给表妹，这样她采的蘑菇也能换成积分了。这手套看着没啥特别的，但是功能可真够逆天的，这不就等于多了一个给我打工的免费劳动力吗？哎，扁鹊，我看你这采山货，磨的手都疼了，来给你一副手套，戴着采。表哥对我可真好，他自己都没戴手套，竟然让我戴。不用了哥，我经常上山，手上都有老茧了，这手套还是哥你戴吧。这可是附庸手套啊，老妹儿，我戴不是白白浪费了这个大宝贝吗？怎么回事？现在你哥说话你都不听了是不是？来，让你戴你就戴上啊！哎，老妹儿，以后这进山采山货，这手套都别摘下来啊，都给我戴上。哎，表妹采集机油膜1朵，获得10积分。这手套还真是一个大帮手啊，可惜只能换1副附庸手套，要不然哥直接换他个几十几百副，还愁积分不够花吗？哎，哥，你看那是什么？这难道是？这难道是野山参？哎，没错，哥，5批夜红果实是人参。哥，咱碰到野山参了。一株成熟的野山参，就算品相一般，也能卖到2000块钱；品相好的话，甚至能卖到上万。采集这种珍贵的山货，肯定能赚一大笔系统积分。表哥，可惜咱没带红绳和锄头啊，只能用铁钩挖。这要挖下去，那根须不都坏了吗？哦。恭喜宿主成功兑换了红绳1根，锄头1个，共花费110积分。哎，哥，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变出来的？我记得出门的时候你没拿呀。这我出门的时候我顺手带的。哎，这你别管了，咱赶紧给这野山参采出来。哎，行。哇，这根人参个头不小，根须也完整，起码能卖个5000块钱呢。宿主成功采集野山参1株，年限22年，参考价格3万元。这根野山参竟然值3万积分，
这下可真的要起飞了。看来只要采集到珍贵山货，系统还会自动估价。但是如果卖给村里收山货的人，肯定会被狠狠的压价。别去，明天跟我去市里把野山参卖了，咱哥俩大赚一笔。行。现在有30590系统积分，得好好规划一下怎么用。1平米的系统空间太小了，根本不够用，先兑换3平米系统空间吧。恭喜宿主成功兑换3平方米系统空间，共花费6000系统积分。哎呀，再兑换点什么好呢？对了，得赶紧提升一下身体素质。我现在的视力值是4，升一点要花5000积分，那就先升4点吧。宿主成功兑换4点视力提升，共花费2万积分。当前视力值8，可探测范围10米。哦，这2万积分花的值啊！我现在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人形雷达呀！哎，表哥，那个穿着白衬衫的胖子是不是这药店的老板呀？哎，他好像朝咱这边过来了。你们2个是从哪儿来的臭要饭呢？敢坐我们怀仁堂店里，赶紧给我滚出去！你这人有没有素质啊？我们是来卖货的。卖货？哼，就你们这一身地摊货，能拿出什么稀罕玩意儿？这你认识吗？竟然是一株完整的野山参，看大小年份，起码在10年往上。我随便一转手，起码能卖15000。这俩小子一看就是不懂行的，这下可有的赚了。这野山参批价不错，8000块钱我收了。表哥，8000，咱俩发财了。哼，果然不识货。要不是有系统估价，我说不定还真就卖给你这死胖子了。但是现在，没门儿。扁鹊，我们走。别走啊！我再多加2000，1万块钱我赔钱收了。年轻人请留步。这株20年的野山参我收了，你报个价，还站着干什么？赶快给2位小友泡茶去。还是您比较识货啊，不像刚才某些人嘴臭就算了，眼睛也不好使。这个野山参根须完整，起码有20年的年份，不可多得呀。小兄弟，你准备多少钱卖啊？4万。小兄弟也是个行家呀，你看这样，我出3万5收了，以后你们再挖出什么稀奇山货了，都可以卖给我，我绝不压价。行，成交。不好意思啊，我不喝没刷牙的人泡的茶，臭。扁鹊，我们走。哎。虽然现在系统空间已经有4平米了，但一直住在系统空间里也不是个办法啊。现在我手里有2万块钱，重新建房肯定是不够，但是修一下应该还可以。陈默，你真要修房子吗？哎，现在这房子的情况你们也看了，这要是不修的话，实在是没办法住人了。这要修一下大概得多少钱啊？要是光换窗修门再补一下屋顶的话，大概8000块钱就够了。但如果说修墙涂刷什么都弄的话，得要2万块钱。那行，这样，你们兄弟俩的手艺我是信得过的，再加上咱都是一个村的，这2万块钱啊，我现在就转给你们啊。反正我也不怕你们跑路，到时候就麻烦你们帮我弄了。行哥，我们先回去准备东西了。行。刚赚了点钱，现在兜里又1毛不剩了，而且这积分也没剩多少了。好在现在有雷达探测功能，明天我可以去深山里边再走一走，多赚点积分，争取找到点大货。唉，这一路过来，采集的都是些普通的蘑菇，这积分加起来不到2000，我连一点体质增强都兑换不了。
不行，哥今天必须得干点大活，要不然不走了。啊？这是什么标志啊？这还第一次在探测的时候出现这种标志啊！前面肯定有什么好东西。哎呀！我去，这是松茸，这玩意儿200多块钱一斤吧？宿主成功采集松茸7根，获得3500系统积分。竟然一根能达到500积分，发财了发财了！这附近肯定还有，我再找找再找找。我就说这附近还有呢，这松茸的体型倒是真不小啊，这6、7个加起来估计就得有1斤多了吧。宿主成功采集松茸20根，获得10000系统积分。10000积分，再加上刚才的3000多，再加上之前剩的，我现在岂不是有18000多分了？宿主使用雷达探测功能时间过长，精神力消耗过多，即将陷入昏迷状态。你个坑爹系统，你怎么不早说？这里难道是系统空间？难道说我遇到危险之后，系统会自动把我收到空间？哎呀，雷达系统好用归好用啊，就是太消耗精力了。现在感觉整个人可难受了。检测到宿主身体状态极差，建议提升1点身体素质数值，每次提升数值都可以让身体恢复满血状态。你奶奶的！这系统你非得等我晕倒以后再说吗？给我加一点力量值。恭喜宿主兑换1点力量值，花费5000积分。我去，真感觉自己满血复活了，现在浑身充满了力量，而且精神头也刚刚好。这要是以后我只要进山采山货，感觉到疲惫了，我就加一点身体力量值，那我不就变成永动机了吗？不过这次晕倒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爬山路太过消耗体力，再加上我使用太多次这雷达探测功能，这是个人都得晕啊！我现在这还剩1万多积分，就先提升一些速度吧。我现在的速度值只有1点，先兑换1点，看看有什么变化。宿主成功兑换1点速度值，花费5000积分，速度值提升到8点，可解锁轻功水上漂。轻功水上漂，那不是小说里的武林秘籍吗？连这种东西都有。我现在的速度值是2，要解锁轻功水上漂得花3万积分，我现在只剩8000积分，还得留着点，等身体虚弱了兑换力量值，不够花呀，根本不够花呀！哎呀，在大山里找了2天了，采到了100来斤普通的蘑菇和20斤松茸，总共也就赚了2万多系统积分。照这个进度，猴年马月才能发家致富。不行，我得再往深处走走，看能不能找到点好东西。必须得干点狠活啊！不过我现在这探测10米，距离还是有点太近了，我得再兑换1点。宿主成功兑换2点视力值，花费1万积分，当前视力值10，解锁20米雷达探测范围。20米的探索范围原来这么大，那寻找山货的效率应该能提高不少。面前有什么危险，也能更好的预知。我去，熊瞎子！哎，吓死哥了！臭狗熊！还好刚才解锁了20米探测范围，我提前发现了，差一点可就进你肚子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终于遇到狠货了。野山参，宿主成功采集野山参1株，年限32年，获得系统4万积分。22年的野山参，你给我3万积分，这32年的可比20多年的难找多了。你就只给我4万积分，系统你是不是玩我呢？系统会根据宿主获取山货的难易程度和山货本身的价值综合奖励积分，最终解释权归系统所有。好，你是系统你说了算。现在有了5万8的积分，先把系统的空间加大一些吧。宿主成功兑换4平方米系统空间，花费8000积分。这样以后不管是放东西还是自己住，这系统空间都宽敞多了。下一步速度升到8，
轻功水上漂，哥等你等的花都谢了。宿主成功兑换6点速度值，花费3万积分，当前速度8，成功解锁轻功水上漂。3万积分解锁，千万别让我失望啊！我去，这花了3万多积分，果然是好东西啊！有了这轻功水上漂以后再进山里就不用这么累了。这次进山时间也挺长了，家里房子应该也装修差不多了，该回去看看了。哎，表哥，你回来了啊！看这屋子是不是大变样？干得不错啊！哥正好买了2只野兔，今天晚上好好犒劳一下你们。表哥，咱村里也没有人卖野兔啊。表哥，你从哪里买的？傻姑娘，因为这是我刚从山上抓的，我总不能告诉你。我跟你说去外边办事儿，实际上在山里待了3、4天吧。你管那么多干什么？能吃就行。去。大强、小强，你俩不愧是咱村里手艺最好的，效率真是没得说，辛苦你们了。这几天我2家搬家点，活干的也差不多了，明天就能完工。这屋里边砖我们帮你铺好了，灯啊、沙发什么的也全都换了，你等会儿可以进去看看。好，工钱我俩也不多要，就按1天200算，总共5天，你给2000就行。靠，把这事给忘了。上次卖那株野山参赚的钱，全给他们当材料费了，兜里现在1毛钱都没有。工钱我俩不着急要，你啥时候手头宽裕了，啥时候给，我们相信你。行，今晚过来吃兔子啊。好，我俩一会儿带点酒，咱晚上喝点。手里没钱真难受啊！明天得赶紧把这几天采的蘑菇、松茸，还有那株32年的野山参全都给卖了。这2袋子蘑菇起码有100多斤了，松茸估计也有个20几斤，这都是你自己上山采的，是不是我采的重要吗？大家说，你就说收不收吧。收肯定收嘛。最近正赶上山货好卖的时候，我给你算账啊。2袋子蘑菇差不多150斤，给你按15块一斤，就是2250元。松茸25斤，给你按200斤算，就是5000元。总共是7250元，250不好听，给你7300，你看咋样？李大脚，你这压价还是一如既往的狠呢。我这松茸品相嘎嘎，就给我200一斤，要不是放在系统空间，带去市里不好拿出来，老子才不卖给你这个奸商。好，成交。行，那我等会儿叫人过来装车，先转给你看一下。小兄弟喝茶。这怕是有30年的野山参吧，根须完好无损，罕见，这实属罕见。我出10万。这老头真识货呀，一眼就能把年份猜得大差不差，给的价格也很准确。成交。收到了。小兄弟，你能连着采到2周品相这么好的野山参，肯定不是全靠运气。我听说市里有位富豪要高价收购100年的人参，你要是能采到，可以直接卖给他。高价？能有多高？200万。表哥，你这身行头是在市里买的吧？好酷啊！看起来比男明星还帅。是啊，你这么一收拾，连我都有点自愧不如了。还行吧，也就马马虎虎吧。前几天啊，采的山货卖了个好价钱，这是3000，多出1000块，就当是给你们兄弟2人的辛苦费。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以后有什么能用到我们兄弟俩的，你尽管开口。哦，对了，表哥，差点把正事忘了，你这是不是要进山啊？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山里当导游？什么导游？你们几个都去啊？对，村里来了一批探险队，说是要进山考察，咱们村的小五都去当导游了，300块钱1天呢，还需要好几个。据说他们要待半个月，这一趟下来都能赚4500呢。这种机会可不多，我们都准备去。什么实地考察？多半是去找那200万悬赏的100年野山参，跟着他们我不好使用轻功水上漂，还是自己去碰碰运气吧。进深山半个月，我感觉太过危险，你们去吧。我这个人比较惜命，
你们千万注意安全，知道吗？表哥，这种天上掉钱的事儿你都不干，那我们去了。到时候赚到钱，我请你吃好吃的。行，去吧。哎，好，走了哥。什么都看不见啊！这个人形标志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这附近有人吗？啊，谁？啊，身体灵活，速度极佳，还有点驼背，这是猩猩。这猩猩怎么跑得这么快啊？我靠，这么多猩猩我可打不过呀！快溜快溜！我操！我操！这他妈是野人！这野人皮糙肉厚就算了，速度还快得离谱，还一下来了3个，还好哥跑得快。哎，得赶快提升实力了，不然下次再遇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可不一定就能全身而退了。现在只有2万积分，怎么花才能收益最大化呢？视力和速度值提升到8点的时候，都会解锁一个特殊的功能。2万积分刚好可以把力量值升到8点，应该也会解锁一个特殊功能。不管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宿主成功兑换4点力量值，当前力量值8，解锁10倍力量增幅。10倍力量增幅，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啊！我操！10倍力量增幅果然强悍啊！就是这动静稍微大了点儿。陈明确，我给探险队当导游累到现在，你怎么一个人偷吃火腿肠啊？我饿了，刚才没吃饱。哎，你表哥那么穷，怎么没跟着我们一块儿来当导游啊？我表哥有别的事要忙。他能有啥事儿啊？我看他就是懒。我娘说了，他这种人活该穷一辈子。你闭嘴！你闭嘴！你要是再敢说我表哥的坏话，信不信我揍你？哎，那边什么声音啊？这是有人在放炮吗？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儿，不是放炮，难道是有傻子拿石头砸树啊？哥，我怎么越走越害怕呢？要不咱们回去吧？探险队的老大说是多给我们2000块钱，让我们探探路。可是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来着？咱们没必要把命搭在这儿。哎，胡说什么呢？咱哥俩进山这么多年，什么情况没碰到过？走过夜路怕啥？哎，你平时胆子不是挺大的吗？怎么这会儿开始害怕了？你们听，前面是什么声音？可能是狼，还得小心！有野人，快跑！快走！哥，小五，别去！给爷来个痛快的！你就这么想死啊？沉默，你怎么在这儿？我哥、小五还有扁鹊都被怪物抓走了，咱们赶快报警啊！山里没有信号，你先回营地吧，我去找他们。就是这儿，但是3个野人不好对付啊，得再提升一下身体素质。今天在山里采了一整天山货，一个大货都没有发现，好在采了200斤蘑菇和20斤松茸，赚了3万积分。宿主成功兑换2点力量值和2点速度值，共花费2万积分。当前力量10，当前速度10，解锁20倍力量增幅和凌波微步。这野人皮糙肉厚，不知道20倍力量增幅够不够用啊？哎，算了，不管了，救人要紧，实在不行就用凌波微步救人跑路。我靠，20倍力量增幅这么牛，一拳一个小野人啊！嘿嘿，醒醒，快醒醒，快醒醒！哎，我哥，你也被野人抓过来了。
那些野人怎么不见了？那些野人一上来我们就吓晕了。我找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晕倒在这儿，也没见野人啊。你们先走吧，一直往东边走就能出去。我再到附近看看有没有山货。说不定咱是碰到神仙了，赶紧回去吧。可是哥，你自己再遇到野人怎么办？哎，没事，我跑得快，等会儿我就回去。你们快回去吧。据说珍贵的山货旁边都有猛兽守护，不知道这野人洞附近有没有啥宝贝呢？野山参，这么高的果实，不会是百年野山参吧？宿主成功采集野山参1株，年限132年，参考价格70万元，获得10万系统积分。真是百年野山参啊！200万，不就近在咫尺了呀？系统积分也有11万了，这下哥是真要改变人生了。但是光知道有个大老板高价收购百年野山参，不知道是哪个大老板啊？哎，还得先找人打听打听。张老板，晚上好啊！小兄弟，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东西要卖吗？虽说这个张老板应该是个好人，但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还是先不说我已经找到百年野山参了，我这儿暂时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山货，给您打电话，是想了解一个事儿。你问吧，我要是知道，肯定都告诉你。我看我们村最近好多人上山去找这什么百年野山参啊，听说是因为有个大老板用200万重金收购，您知道这是谁要找这个药吗？哦，这个呀，是华腾集团的董事长要收，据说是他老婆得了重病，要用100年以上的野山参做药引子。谢谢张老板啊。好。印飞文白手起家20年时间打造起华腾集团，如今身家几十亿，200万对他来说或许只是洒洒水吧，但是对我来说绝对是改变人生的一大步。明天出发，见见印飞文。殷总，卖人参的人到了。好，快让他进来。小伙子，你的野山参是怎么来的？自己挖的呗。这玩意儿想偷，也没地方偷吧？也不让我坐下说，还一副审问的语气。要不是看在200万的面子上，老子早就走了。小子，怎么跟董事长说话呢？都是打工的，你在这牛什么呢？这里有你说话的地儿吗？啊，看什么看？再瞪我一眼，我现在掉头就走，我不卖了。哎，快上座，坐。小伙子，年纪轻轻，不要这么大火气，把货拿出来看看吧。好东西啊！这根野山参起码有130年的年份，而且是刚刚挖出来的。恭喜印总，令爱有救了！太好了！可惜呀，要是再有1株百年灵芝的话，我还能再给大小姐增加30年寿命。好，年轻人，你能找到百年野山参，能不能找到百年灵芝？能找到的话，价钱随便你开。我有的是钱，有钱了不起啊！灵芝这玩意儿这么显眼，能到百年的灵芝啊，肯定在深山老林最深处，没人到过的地方找不到。啊，哈哈哈，哥现在也是百万富翁了。先生，请问想买什么样的手机呢？我可以帮您推荐一下。小丫头真是没经验，这年轻人虽然穿的挺利索，但是衣服裤子一看就是地摊货，肯定就是来店里过过眼瘾。我现在手里有210多万，先买3部手机吧，自己用2部，给扁鹊1部。我要3台，这个最新款。什么？你要3部？
还是最新款的。啊，对，我说我要买3台手机。不好意思，先生，他是新来的，没见过什么世面。您这边请，我给你拿手机。卖出3部最新款的手机，可是有小1000的提成啊！小丫头，这种好事我要让给你。别走啊！不是你介绍我过来买手机的吗？怎么不亲自接待我啊？不给我面子啊？对，你今天穿的太帅了，我一下子没认出来。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没事儿，我就是见不得这种势利眼的人。就这最新款手机，拿3台。好，我给你装起来。先生，这是您的手机。那个，中午可以请你吃个饭吗？没别的意思，就是想感谢一下。这种小事干嘛要请我吃饭啊？这姑娘不会是看上哥了吧？嗨，没办法，谁叫哥太有魅力了呢？但是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哥心里只有一件事，搞钱。那个不用这么客气了，这些都是小事儿，我还有事先走了，下次买手机我还来找你。大胃王比赛，华腾集团这波广告有点意思啊！刚好我现在缺台车，凌波微步虽然快，但只能在晚上没人的时候才能用，实在太不方便了。比能吃应该是比不过别人，但是哥有挂呀，到时候把东西塞进嘴里，再偷偷放进系统空间不就行了？你是陈默？我是陈默，你是？还真是你啊！我是赵丽啊，咱俩是初中同学，你不记得了？好像是有点印象，但是她那会儿不是胖胖的吗？现在又瘦又漂亮，长得跟明星一样，真是女大18变啊！原来是你啊！这么多年没见了，都认不出来了。要不坐下一块儿吃点，我请。好啊，刚好我也是一个人来的。你在看什么呢？看得这么出神。你知道华腾集团吗？我刚看新闻说他们要举行大胃王比赛，觉得有点意思。你说的是这个呀？我当然知道了，华腾集团的董事长是我闺蜜的爸爸。我闺蜜得了重病，印叔叔搞这个活动是想让大家都关注到华腾集团，让他女儿多一份好起来的可能。那你知道那株野山参是我卖给殷飞文的喽？叶叔叔都跟我说了，我也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碰到你。陈默，你能救救我闺蜜吗？她真的快不行了。我也没办法，救她不是要用百年灵芝吗？山里压根不好找。殷叔叔已经找了好几批人去深山了，过2天我会跟一个经验丰富的探险者一块儿去深山。陈默，你能跟我们一起吗？华腾集团应该不会寒酸吧？大概能给多少报酬啊？去一趟，无论有没有找到百年灵芝，都能拿到50万的报酬。谁找到灵芝，就给谁500万。如果你能找到灵芝的话，你就能拿到550万。500万啊！印飞文真是下了血本啊！虽然现在手里有200万了，但谁会嫌钱多呢？看这样子，今天是要吃小笼包了，也不知道要拿冠军得吃多少。欢迎各位来到华腾集团第1届大胃王比赛的现场。第1轮比赛为淘汰赛，20分钟内吃完50个小笼包的选手即可晋级。第1轮比赛现在开始。第1轮比赛已经结束，只有3个人成功吃完了50个包子。下面进入第2轮比赛，谁吃的小笼包最多，谁就是今天的冠军。看得出各位选手对奥迪车的欲望很强烈啊！大家鼓励一下，各位选手加油！这些人真是能吃啊，都吃了80多个包子了，速度都没慢多少。还好我有系统空间，不然今天怕是撑死在这儿，也拿不到冠军的。现在比赛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看谁能赢得今天的冠军。好，已经淘汰2名选手。哇，大家快看这位选手，到现在竟然还是一口一个，实在是太厉害了。别看我了，我不一整个塞进嘴里的话，没办法放到系统空间里啊。这主持人真坑爹啊！
吃啊！都吃了100个了吧？都吃了100个了吧？这位选手还能吃吗？不行，吃不下了。好，比赛结束。我的天啊，105个小笼包，最后的赢家请上前领奖。让我们恭喜这位先生拿下冠军，成功把奥迪开回家。让我们有请殷总上台颁奖。又见面了，年轻人，我们很有缘分。不好意思啊，殷总，一不小心又赢了你一辆车。哇！我去，这车，这大灯，真好看啊！天哪，真是全新的新款奥迪啊，表哥，你也太厉害了！这可是到现在为止村里最贵的车了。这大灯，这真皮座椅，这排气，陈默，你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了。这奥迪我还没坐过呢，以后能让我坐坐吗？陈默哥，你们一个个的怎么看着比我还激动呢？正好过2天我得出趟远门，车钥匙到时候留给扁鹊，你们要出门的时候就开着吧啊。真给我开啊，哥？当然是真的，开的时候小心点，别给我撞了啊。放心吧，哥，我们肯定会好好爱惜的啊。哦，对了，哥，李大脚说他的超市要转让，现在正低价甩卖呢，哥你要不要去囤点东西啊？大脚说他不干了，他准备多少钱出？25万。原本有2家都去谈了，后来村长说他想要，就没人敢去了。大脚超市的生意还是非常不错的，村里就这么一个大点的超市，能盘下来的话，每年应该能赚不少。扁鹊一家也能帮忙看看店，就不用再经常进山了。哎，你们知道村长准备多少钱收吗？王有富当了这么多年村长，每年都要从大脚叔那儿拿走5万抽成，他能给大脚叔多少啊？我猜啊，不会超过15万。王有富这些年在村里作威作福，现在又想在村里唯一的超市上横插一脚，这要是真让他盘下来，怕是以后去买东西都要多收不少钱。不行，我去找大脚叔一趟。好嘞。哎，这车真帅。大脚叔，陈默，听说你弄了辆奥迪回来呀，挺风光啊。我呢就是运气好而已，比赛赢来的。大脚叔，你真准备走啊？家里出了点事儿，得走了。听说你要把超市转让给王有富。王有富这个老王八蛋，给他我还不如直接关了算了。10万块呀，10万块就想要我的房子和超市，老子买房加装修都花了20多万，还有这些货，起码值个35万。王有富就是仗着自己是村长，知道大家伙不敢得罪他，才给你出这个价。这超市砸我自己手里也不会转给他，要是现在有人敢借，我15万都直接转了。大脚叔，你确定15万出？光是我这些货都值7、8万，15万已经很低了。好，我要了。李大脚，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啊！我爸花10万块钱买下你这个破超市，已经是给你面子了，你还想出给别人？还有你陈默，你小子挺有种啊！我们王家看上的东西，你也敢抢？嘿，真是老王八生了个小王八，跟你老子一样不要脸！你再说一下试试！哼，你听王有富仗着自己当了几年村长，到处欺压百姓，你自己开的人家大理石厂，拖欠工人工资，前几年还闹出过人命，戏家人一个狗德行。我告诉你，这个超市现在是我的，你有什么事冲我来？你以为你很牛吗？你以为盘下了这个超市，你就能正常开业吗？废话真多，你算个狗包啊！有种就冲我来啊！你再给我说一次试试！你既然这么爱听的话，那我就多说几遍。你算个狗包，你算个狗包。行，陈默，你给我等着。陈默，王家可不是好惹的，你小心一点。没事的，大脚叔，你收拾好东西直接走就行，这里其他事交给我来就行啊。喂，弟兄们都在哪儿？把所有的兄弟都给我摇过来，快点的，带上家伙，立刻马上。天哥，
看到前面那个大脚超市了吗？把它给我砸掉，里面的人照死了打。是。走。不用麻烦你们过去了，我自己送上门了。来吧。沉默，没想到有一天你这种货色还需要我来解决。今天你不死也得惨。狗包，100万老子买他的命给我上！100万老子买他的命给我上！啊！大哥，弄死他！给我上！你们，沉默，你这是干什么？你还能打电话叫人吗？能的话就赶紧，我在这等你。沉默，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我就有办法让你牢底坐穿。沉默，我要让你们一家都不得好死。还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我就在这等你。沉默，沉默。马队长，您看这事儿，放心，我懂。马警官怎么说的？放心吧，老马跟我的交情还是很深的。马警官只是县里的，会不会拿沉默没办法？放心吧，对付一个村里的小崽子，还是绰绰有余的。哎呀，这个点儿，沉默已经应该在审讯室里了。他把你打成这样，进去待个3年5年都算轻的。沉默，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还带来一大堆人来干什么？让他们跟你说。王有富你好，我是华腾集团的首席律师，沉默现在是我的委托人。你儿子聚众斗殴，故意伤害他人，我已经代表我的委托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王霸天是吧？我是市公安局副局长黄龙军，你涉嫌聚众斗殴，故意伤害他人。我们查看了陈先生提供的现场照片，他属于正当防卫。如果不能取得陈先生的谅解，那你就得跟我们走一趟了。爸，黄局长，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忘了告诉你，马建业涉嫌贪污受贿，正在接受调查。沉默这小子什么时候认识这么多大人物的？看来我们王家这回是要栽了。我本来只是让赵丽给我找个律师，没想到他直接联系了印飞文。印飞文不仅把自己公司的首席律师派了过来，还联系了市警察局的副局长。这样一来，王霸天肯定要被关进去一阵子了。可以暂时先不用管他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看来这趟深山之行是不得不去了呀。哎，你们入侵了我们的领地，踩坏了我们的草皮，必须给我们进行赔偿。这深山老林的还能说是踩坏草皮？摆明的来找事儿了。哎，朋友，这2条拿去给弟兄们分了吧。我们不会惹事的。让我们这么多人分2条烟，打发要饭的呢？你们踩坏了我们这么多花花草草，今天不让我们满意的话，你们都别想走了。你们想怎么办？好办，10万块，我们立刻就走。10万块钱不是小数目啊！这个叫沉默的年轻人一看就没什么钱，这钱只能我跟赵丽平摊。要是不给他们钱的话，他们肯定会抢我们的物资，甚至杀人灭口啊！我给你们10万块钱，你们就赶紧走吧。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啊！你们光给了赔偿我们草地的钱，我们大家大晚上跑到这儿的辛苦费还没给呢。我们没有钱再给你们了，你们别太过分，赶紧走吧。这妞长得可真正啊！你们没有钱的话，就拿着妞底吧。小妞长得真漂亮啊，和明星一模一样。有没有兴趣陪哥哥好好玩一玩？你们一个个上还是一起上啊？什么？没事，你在这待一会儿，我来解决。大家不要怕，我们一起上。我就不信我们打不过他一个人。现在信了吧？啊？我信。王池，打电话报警，让警察来处理。别跑！没事儿，我已经解决完了。沉默，你现在怎么这么厉害？你没上高中，不会是去少林寺学功夫了吧？对，没错。那你是和尚？和尚是不是不能结婚生孩子？这女人怎么又傻又可爱的呀？可是你吃肉包子了呀，而且我们那天不是还一起吃牛排了？
沉默，你骗我！真是的，哼！我们分头行动，去找灵芝，一会儿在营地会合。好，我去南边那边看看吧。沉默，我跟你一起吧。身边跟个人，那我跟普通人还有什么区别？你就在这附近找找，我自己去那边，在这注意安全。我去，不会运气这么好吧？刚上来就找到百年灵芝了。怎么这么小？灵芝是长这个样子，能有100年吗？宿主成功采集6个月的灵芝1株。哎，白激动了。这以前出现的标记都是红色的呀，这紫色的标记是什么意思啊？百年野山参那种珍贵的山货也是红色，难道就是印飞文想要的百年灵芝啊？不管了，我得过去看看。我去，这么大的灵芝啊！这光是闻一下就让人神清气爽的清香，这一定是百年灵芝了。恭喜宿主采集百年灵芝1株，价值10万积分。10万积分？这可是一只百年灵芝，你才给我10万积分？系统你没搞错吧？单个的山货能获得的积分上限为10万，最终解释权归系统所有。你个坑爹系统，这百年灵芝可比那百年山参难找的多了，你就给我10万积分？不过这百年灵芝这么稀有，在我没卖掉之前，我先把它研究一下。我去，吓死我了！没想到这灵芝采摘了之后，这药效就会慢慢出来，差点这到手的500万就飞走了。不过采摘了灵芝之后赚了10万积分，再加上之前采摘山参赚了10万积分，还有之前剩的1万多积分，我现在有21万积分，嘿嘿，花不完，根本花不完。这几天的事儿太多了，都忘记给身体加点了。身体这个敏捷还有嗅觉都加到10点吧。宿主成功兑换8点敏捷值和8点嗅觉值，总共花费8万积分。当前所有身体素质为10，成功解锁微控能力和嗅闻百里。微控能力和嗅闻百里，这些名字光听起来就有点厉害啊。北边5公里，王池半个小时前尿了一泡尿。北边50里，有一具死了3年的男性尸体。南边赵丽正在吃自热小火锅呢。我去，这简直就是超强版的狗鼻子呀！看来以后再找药，我就不用一直打开雷达了。这个鼻子我到处一闻我就找到了。虽然说费了不少功夫，但是结果是好的。不过这灵芝摘下来之后，只要取出来就会削弱药材，我到时候总不能见到印飞文之后直接甩给他就不管了吧？哎，系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保存这个百年灵芝啊？宿主可花费9990的积分兑换定制木匣，放入任何东西都可以保持原始状态。我去，这么贵？算了，兑换一个吧。见到印飞文之后，叫到一块儿的把钱给我掏了。小兄弟，赶紧把百年灵芝拿出来吧。好，我先把钱给你。啊，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这个百年灵芝一旦拿出来之后，就会颜色变淡，药性减弱。那你是怎么保存的呢？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箱子是我家祖传的箱子，这百年灵芝放在里面，药性并不会减弱。好，既然这个木盒如此神奇，那小兄弟你开个价吧。20万，200万啊？好，只要能救我女儿的命，200万就200万。
啊，这跟典籍上描述的一模一样啊！这真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百年灵芝啊！洪老，一切都拜托你了。好。这里是800万，没有密码。行，没什么事，印总我就先走了。哎，小兄弟，晚上留起来吃个饭吧，就当是庆功宴。不用了，你出钱我办事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哥，你就别骗我了，你到底是怎么挖野山参的？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那是运气好。哎，快，采蘑菇啊！哎呀，我总不能告诉你我有雷达探索功能吧？还有能闻到各种山货信息的狗鼻子吧？这附庸手套现在已经没啥用了，不管让谁戴着都很难采到大货呀。喂，怎么了？过几天洪老就要开始熬制汤药了，但是他说只有50%的成功概率，万一失败的话，可能还得再去找一株百年灵芝。我上次能采到那完全都是我运气好，你最好让他就一次性成功吧。洪老还说，除非他师傅牛奇亲自出马，否则谁来了也都没有办法保证一定会成功啊。这去深山有多危险你也知道，我可不敢保证再进去一次。那行吧，那我再催他们一下。行。印飞文这么重视这个洪老，我还以为是神医呢，看来也是个半吊子呀。哎，走便去，咱们去前面看看。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年轻人，救救我！我给你们全家看病。年轻人，身手了得，练过武吗？我表哥从小就跑得快。不是老人家，你怎么一个人在这深山里边啊？这山里啊，有野人。啊，你也在这儿遇到野人了，老爷爷？我们之前在这山里也遇到了，不过后来野人自己跑了，我们才安全了。我本来啊是来这深山里寻找一株稀有的药材的，没想到这山里有野人。还好啊，我自己身上带了点迷魂草，我把野人迷晕了之后，结果我自己也晕倒在这树上。您是要找什么药材啊？很珍贵吗？这野山参啊，可真不好找啊。虽然啊，我给别人看了半辈子的病，可这找药啊，我还是经验太少。野山参很难找吗？我表哥都找到好几根了。这样吧，年轻人，我在山里已经迷路了，你们把我带到山下，我帮你们全家免费看一次病。我没病啊，这老头看着也70、80了，虽然穿得破破烂烂，但精神尚好，有点世外高人的意思呀。你这看病很厉害吗？老夫牛奇，人送外号药王。沉默小兄弟，你是个有趣的人，从你的超市啊叫沉默超市就能看得出来。嘿嘿，我喜欢。当初起名的时候，让陈扁鹊帮我随便想了一个，没想到他想的这么随便。牛老，您真的是药王吗？如假包换。不过我这名头啊，也就在中医界有点影响力，你们不知道也很正常。那您是不是有个徒弟姓洪？我们现在都管他叫洪老。洪老，好多年前啊，是有一个叫洪云的，跟着我学习了一段时间，算是个挂名弟子。这么说来，你认识我了？现在有一个特别着急的人，希望您能救他的女儿，不管出多少钱，应该都行。老夫看病不讲钱，只讲缘。哎，多少元都可以，反正又不是我付。哎呀，是缘分的缘。年轻人，你救了我，咱俩就是有缘，所以呢，我可以给你看病。不过，你要是想让我给别人看病也行。如果药王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去给印飞文女儿治病，这可是个天大的人情啊！印飞文不可能不给我好处，但是吧，给多少我还真猜不到。那就赌一把。牛老，我的家人都健健康康，我还是把机会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年轻人，你这性格我喜欢，那老夫就帮你去看上一看。喂，怎么了？这么快就想我了？对啊。那个，我的意思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刚才你跟我提过这个叫牛奇的药王，他现在在我这儿，你赶紧过来接一下。啊，你没开玩笑吧？你觉得这种事儿我会跟你开玩笑吗？叶叔叔派了那么多人都没找到，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是在山里捡的。好，我们现在就过去。行。
叶叔叔，在这儿。药王就在这里吗？请。师傅，我可算找到你了。好久不见呐！这位是药王牛奇，这位是华腾集团的董事长印飞文，他女儿身患重病，所以才不计代价的各处找您。这位是赵丽小姐，是印董事长女儿印婉婉的好闺蜜。陈默，你可真是福星啊！这下婉婉有救了。小丽说的对，你可真是我们华腾集团的福星啊！印总，那慢走啊！既然你那么喜欢开超市，那我在市里给你开个大的吧。这举手之劳不太合适吧？区区400-500万超市，你就接受吧。要不是你把机会让给了他，我是不会帮他女儿治病的。哎呀，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慢走啊！在市里开家大超市，这可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建立我自己的商业帝国，就从这家超市开始。师傅，给印小姐治病的药材都已经准备好了。这真的是野生灵芝啊！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保存如此完好。你看这株野生的百年野山参，品相极佳呀，难得。这真的是陈默兄弟，他真的自己找来的？是的，牛老，您看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熬药啊？我准备一下，明天开始熬药。好。谢谢你啊，陈默，多亏了你，我才能恢复健康。是啊，要是没有你采来野山参和灵芝，婉婉的身体怕是撑不了多久了。印小姐不必如此客气，我不过都是拿钱办事儿，不用客气。我用不惯智能手机，就让2个小姑娘约你到这儿来，不要见怪啊。牛老约我来这儿，应该不只是为了请我喝咖啡吧？你要是想吃这个蛋糕的话，你也可以来一口。开个玩笑，今天约你到这儿来啊，是想拜托小兄弟帮我一个忙。什么忙？帮我找一味珍贵的药材。这味药材虽然没有百年灵芝那么珍贵，但是据说现在也没有存世的了。牛老头子这么大岁数了，应该是想让我帮忙找点能增加寿命的药材。牛老是想找什么延年益寿的药，然后炼丹吗？我这把老骨头啊，早就想赶紧死了。我活那么久有什么用？那是什么呀？有一本中药古籍上记载了一味药材，名叫崔日甲，配合上一些其他的药材，可以炼制成一种膏药，不但可以美容养颜，甚至能生死人肉白骨。如果能研发出来这种膏药，岂不是要卖爆了？别动不动就是钱不钱的，这膏药炼制出来是为了造福百姓。牛老如此淡泊名利，实在是让人钦佩啊。当然，随便赚一点钱也不是不可以。我的人生已经快到终点了，如果陈默小兄弟能帮我找到崔日甲，我可以把炼制膏药的方法交给你。如果按照您老所说，这崔日甲找到之后，恐怕也没有办法进行批量的生产膏药吧？找到崔日甲之后，要先进行繁殖培育，具备一定规模后，才能有大批生产药膏。先不说能不能找到这崔日甲，就算找到了，估计培育成功也得要好几年时间。看来想靠着膏药发财，不太现实啊。系统空间可开发加速土壤，种植植物消耗积分，可加速成长。哎，系统，你快跟我说说，需要花多少积分？加速土壤每平方米需要5000积分，加速1天消耗100积分。1天100积分的话，1年就是36500积分，还能接受。不知道崔日甲得长多久才能成熟？要是跟人参灵芝什么的一样，几十上百年才能成长的话，我还真耗不起啊。牛老，这崔日甲的成长周期是多久啊？古籍上记载，崔日甲从发芽开花到成材，一共需要6个月时间。成材后需要在10天内采集，不然就会枯萎，所以很难找到。6个月，简直太好了！到时候把崔日甲种在系统空间里，我随时都能观察得到。我就不信这玩意儿还能在我眼皮子底下枯萎。牛老，有没有这崔日甲的照片啊？有。这崔日甲长得和普通的杂草没什么区别，难道这么珍贵的名草药没什么特征吗？也不知道崔日甲这种东西，雷达探测系统和秀文百里能不能识别出来？要是不能的话，那真是大海里边捞针了。其实找崔日甲有一个特殊的办法，古籍记载，深山中的野人经常用崔日甲进行疗伤。
那我就先打趴几个野人，放他们去找崔日甲疗伤，然后再跟踪他们，不信找不到。好，这个活儿我接了。不愧是野人，真是皮糙肉厚啊！这下要是打在普通人身上，那可是非死即惨啊！普通人的动作能放慢10倍，这野人的动作竟然只能放慢5倍，真是怪物啊！不过5倍也够用了。这些野人皮糙肉厚，不彻底打伤他们，估计都不会去找崔日甲，那我不就白来了？给我放那儿！崔日甲终于到手了，事不宜迟，现在就给他种上。宿主成功兑换1平方米加速土壤，花费5000积分。竟然是黑土，土质湿润蓬松，用这个土来种东西是最好不过了。不过这成熟的崔日甲看起来和普通的草没啥区别啊，那里边这几粒籽儿应该就是它的种子吧？种在这系统里，连个阳光都没有，这玩意儿能长出来吗？种在加速土壤中的植物无需浇水，也无需进行光合作用。是否启动加速功能？100积分可加速1天的成长。加速180天。加速180天，共花费18000积分。18000积分就这样没了，这玩意儿真是烧积分了。这一颗成熟的崔日甲上面有5颗种子，现在我这里有了25颗种子，那再种的话，我可以种出100多株了。不行，在种之前，我得先去找牛老确认一下，这个加速土壤里种出来的崔日甲有没有用，别到时候我这2万积分不是白花了。喂，我现在就在这个华通大厦对面的公交站，你还有多久到？还有10几分钟，你稍微等等。好，行，那我等你。沉默！沉默！你哪位啊？我胡海啊，咱们村最东头那家。怎么想起来了吗？啊，好巧啊！怎么，哥现在帅的都认不出来了？你帅个鸡毛啊！这鸡窝头，一眼假的名牌短袖，豆豆鞋，什么年代了还这么穿？有没有点审美啊，大哥？是不是也挺帅？听说你在咱们村开了家超市啊？真准备在村里干一辈子呀？在村里待一辈子不也挺好吗？在村里有什么出息呢？跟着哥进厂打工，每个月4000块呢，这日子就俩字儿潇洒。4000块，那你能花得完吗？我平时出门只打滴滴，吃饭只叫外卖，偶尔啊还给女主播刷点小礼物呢，花不完，根本花不完。我去，好漂亮的美女啊！哇，身材还这么好，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人。既然这么喜欢的话，怎么不上去搭讪试试？像这种极品的美女，怎么可能看上咱们呢？这样吧，我就给你打个样。我去，原来是个不挑食的，早知道哥先上了。哎，这不是陈默兄弟和赵小姐吗？快请进，快请进。陈默小兄弟，刚刚分别，我们又相见了。这是给我准备的礼物，咱也算是熟人了，不用这么客气。哦，这是？这不就是2棵杂草吗？小兄弟，不是我说你，拿这东西当礼物，未免太寒酸了吧？这该不会是牛老让你找的东西吧？这种难寻的药材，陈默兄弟，你用1天时间就找到了，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快去把其他药材配齐，今天我就要炼崔日膏。好，牛老，这2株崔日甲的话，大概能炼制出多少崔日膏啊？古籍记载，1株崔日甲可以炼制出1份崔日膏，但我也是第一次尝试，保不定，我尽力而为，好吗？
请。看来这崔日甲只有根茎部分才可以入药啊！师傅竟然愿意让我在这里学习，看来他心里还是认可我这个徒弟的。成了，成了，成了！哈哈哈哈哈！老夫此生无憾了！哎呀！沉默小兄弟，你真是大功一件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牛老不必如此客气，我谢你还来不及呢。这可是给我指了一条发财的明路啊！这药物的功效要是真像你说的那么牛，根本就不愁没人买。牛老，这个膏药真的能祛疤吗？没问题，肯定没问题。那我能先试试吗？小姑娘，你这个创伤面积比较小，应该用1/4就够了。催日膏啊，要6个小时以后才能见效，12个时辰后才算完成。成与不成啊，就在明天了。怎么样，手臂有什么感觉吗？现在已经没有刚才那么疼了，感觉痛痛痒痒的。要是能感觉到痒的话，就说明快要好了。哎，陈默，你觉得催日膏一瓶卖多少钱比较合适啊？5000吧。5000会不会太高了吗？可是如果真如牛老所说的那种功效的话，先不提它这疗伤的功效，就单单是一个祛疤的，我感觉就能够遭人疯抢，应该不贵吧？太低了。催日膏的各种功效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想购买它的比我们预想的只会多不会少，所以我觉得定价在1万左右比较合适。没想到这妮子认真的时候还怪有魅力的呢。陈默，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刚才走神了，不好意思啊，你继续说。我们家是做药品销售的，虽然说规模不大，但还是有些大客户的。哎，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合作，一起发财。如果我现在可以给你提供大量的催日甲，你们那边需要多长时间可以开始生产和销售呢？你能提供大量的催日甲？牛老不是说那药材很难找吗？这个药材对于别人来说难找，但是对于哥来说，不过都是些小问题。陈默，你好臭屁！等明天看看功效到底怎么样，之后跟我爸商量一下，再告诉你。沉默小兄弟，赵姑娘，饭好了，快过来吃饭吧。沉默小兄弟，多亏你的帮忙，才让老夫完成了此生的最后一个宏愿。来，敬你一杯。牛老，你言重了。来，别光看着，吃菜吃菜。哎呀，这个老夫啊，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一直想完成中医上的一个宏愿。这个宏愿就是把催日膏做出来，没想到我这个宏愿最终还是由你来帮我完成。来，再敬你一杯。来，干！沉默小兄弟，你觉得赵姑娘如何呀？你觉得赵姑娘如何呀？挺好的呀，人长得漂亮，性格也温柔，目前是没发现有什么缺点。牛老，干什么呀？来，干杯，干杯！哎，来。沉默小兄弟的酒量可不行啊，还不如我师傅呢。牛老、洪老，那你们继续，我先扶沉默回房间休息。赵姑娘，这种机会可不多呀，
陈默这种有能力的年轻人，将来啊可不可估量，你可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小丫头，酒没喝多少，脸怎么那么红啊？我真的要这样做吗？我的脸为什么这么烫？系统，对我1点力量值。恭喜宿主兑换了1点力量值，花费5000积分，当前力量值12。陈默，你醒了？我去，这什么情况啊？赵丽这是打算强上哥呀？虽然我也挺喜欢他的，但是总感觉有点憋屈啊。算了，干脆装醉吧。陈默，你知道吗？从我那天在餐厅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原来对哥是早有预谋啊！我知道你的能力，你以后一定会有一番大事业。我也知道，我自己以后很有可能会配不上你。虽然这样做有点趁人之危，但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我不会后悔，我也不会要你负责。傻丫头，喜欢我怎么不直接跟我说呢？我也喜欢你，从今以后，你就是我陈默的人。我还以为你们俩要睡到下午呢。你们一会儿再亲密啊，让我看看伤势如何啊？啊。以你们现在的亲密关系啊，还是让陈默小兄弟动手吧，我动手可不合适。陈默小兄弟，你来。哇，真的没有了！哦，好，实在是太好了，功效和古书上记载的一模一样。好。陈默，你看，真的没有了。效果的确是不错。你们呀，可以拿这个赚钱，但是啊，我希望你们也可以用它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放心吧，牛老，面对有需要但是没钱购买的人，我和陈默会免费提供的。那就很好。那牛老、洪老，时间不早了，我和陈默就先走了。好。啊，我们去哪儿啊？当然是带你去见我爸啊！丑老公总要见老丈人啊，这么着急吗？我这什么都还没准备好呢。怎么了？你要准备什么？叔叔有没有什么爱好之类的？要不我给他拿2瓶好酒，或者买2斤好茶叶什么的。你怎么比我还急啊？这次带你去见我爸，主要是商量膏药生产的事，我们的事儿以后再说吧。把这事儿忘了。不过赵丽，你放心，等到有一天我站到足够高的时候，我一定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哎，小丽啊，你怎么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啊？哦，对，爸，这位是我的好朋友陈默，也是我初中老同学，就是他帮婉婉找到的百年山参和灵芝。哦，好，既然是小丽的好朋友，还是应小姐救命恩人，你就拿这儿当自己的家，不要拘束啊！赵叔叔你好。坏了，把这事给忘了。小丽，我刚才说错什么话了吗？
怎么感觉叔叔脸色不太好？其实我爸姓刘，叫刘大拿。啊？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他是你继父。第一次见老丈人就把人家姓给叫错了，有点完蛋哈。不是继父，是我亲爹，只不过他是倒插门，所以我跟我妈姓。啊，原来如此。倒插门还能自己掌控一个公司，我这老丈人是个人物啊。刘叔啊，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说的话您千万别介意啊。不会，坐。这小伙子性格不错，能找到百年山参和百年灵芝，说明他能力也不错。好啊。哎，现在才早上8点，你昨天晚上和小丽睡一块了？是的，昨晚和小丽一起睡的。年轻人果然够实诚。不过你想和小丽在一起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叔，你不会想让我倒插门吧？错，绝对不能倒插门。刘叔态度这么坚决，难道是因为赵丽妈妈是个女强人，想让女婿倒插门？而刘叔为了让自己的孙子以后不姓赵，所以才提出这样的条件吗？哎呀，爸，我们是来跟你谈生意的，不是来谈婚论嫁的。谈生意？我跟自己的女儿有什么生意要谈的？只要照顾好我女儿，就是最好的生意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可要好好对她呀。放心吧，叔，我一定会照顾好小丽的。爸，我们真的有生意要和你谈。哦，你看。哎，小丽，你这里的疤怎么消失了？这是怎么做到的？牛老拜托陈默找了一株十分珍贵的药材，然后把这株药材做成了膏药，我试敷了一下，效果立竿见影。爸，你应该知道这膏药的前景有多好了吧？就算是这个膏药能大批量生产，光是投入生产线、临床实验还有市场推广，也要花费不小的金额呀。而且就算效果好，那也不一定能够保证卖爆。哎呀，爸，我知道你说这些是为了多拿点分红，但这膏药的原材料只有陈默能提供，以后的所有利润他要拿70%。好啊，我养了你20多年，现在这胳膊肘还是往外拐了。我估摸着算一下，前期的投资啊，大约要1000万以上。光是人力物力，你们俩给我利润的30%，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回前期的投资成本啊？年轻人，咱们利润55分，我支持你和小丽在一起，怎么样？成交，叔叔，咱们合作愉快。好啊，年轻人，我就把小丽交给你了，我很看好你。陈默，你刚才答应的太痛快了，我爸精明着呢，就算只拿30%利润，他也有的赚的。谁让那是你爸呢？用20%利润换老丈人的支持，我觉得很值啊。陈默，你真好。来，亲一个。等一下，别闹了，我还要开车呢。现在就要吗？行，等一会儿到了让你亲个够。哎，对了，你妈家很有钱吗？还行吧。我有几个舅舅是当官的，我妈那边的人不太好对付，以后慢慢来吧。当官的也不知道是多大的官，看来想得到小丽妈妈的认可不太容易啊。刘叔那边需要先送一些原材料过去，那么我得先种出来一批翠日甲，先用这25颗种子培育第一批吧。系统加速180天，开始加速180天，共花费18000积分。
啊，这一共是125颗种子。等这一批用完了之后，需要催日甲的时候再种。不过这1平米的加速土壤确实有点不太够用啊，估计最多只能种100多株催日甲。但是再开一块土壤的话，每次催日甲加速都要花费我36000积分，花不起啊！一盒催日膏要是卖1万块钱的话，125颗种子就能卖125万。哎呀，这利润真的是太高了！那些抢银行的劫匪要是知道我挣这么多，不得哭死了。等到后面催日甲生产完毕之后，我还得进山，再采取一些山货，补充一下积分才行。喂，怎么这么久才给我打电话呀？刚才我去山里找催日甲了，现在有125株催日甲，用来做实验应该够了吧？哇，陈默，你真厉害！怎么一下子找到这么多？够了够了，那我明天早上去接你。不用这么麻烦，我有车，到时候你把地址发给我，我开车去。哦，对了，明天我妈也在公司，到时候她要说什么，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啊。怎么说也是你妈，我怎么会生她的气呢？哎，现在跟你解释不清楚了，反正你做好心理准备就行了。挂了。小丽妈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药材我还真没见过，你们见过吗？没有。那个小陈，那我们就开始吧。开始吧，把这个药材加进去之后，然后用小火慢慢熬制。等到你们闻到药香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开盖吧，切记，闻到药香味之后，立刻开盖，然后关火。成了，这里边的现在就是催日膏。你们技术部的把这个拿走去做一下分析，再把炼制的过程去研究明白。趁陈默现在还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不懂的就抓紧问他。好的。小陈，研究的结果还得一段时间。你先去找小丽，跟小丽去见一下她妈妈吧。好。啊。妈，陈默来了。进。来了就赶紧进来，在门口鬼鬼祟祟像什么样子？这严肃冷酷的语气，怎么像我初中时的班主任呢？陈默，这是我妈。阿姨好。丽儿把你夸得那么漂亮，今天一看，挺一般的嘛。妈，我跟她说话，你如果不想听，可以出去。阿姨，照例在您这儿夸我的话可能有点夸张了，但是今日一见您，我觉得小丽反而把您在我这夸得有些含蓄了。之前小丽一直跟我说你们一直像姐妹一样，今儿一看，我感觉说是孪生姐妹也不为过。花言巧语，你就这样把我女儿拐走的？也不全是，主要跟刘叔比还是差太多。刘叔那才是真有本事，这刘叔能把您这样的大美女骗到手，他才是真有大本事。小丽啊，你要小心了，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赵姐，您这话就说的不对了，我对您还有小丽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你叫我姐？主要是您这长得实在是太年轻了，
叫阿姨确实也说不出口啊。叫阿姨确实也说不出口啊。行，以后有什么困难来找姐，你这个女婿我认可了。没想到我妈这么难搞的人，沉默几句话就搞定了，这么会说，不知道以前骗过多少小姑娘。哎呀，刘总，好久不见啊！这位啊，是我女儿的男朋友陈默，人啊非常的精明能干。哎，这位是山强县的吴书记，你叫吴叔就行，你们俩可以认识一下。巧了，我们村不就归山强县管吗？最近又刚好到了选举村长的时候了，要是跟吴书记打好关系，回头给我二舅弄到村长的位置上去，就彻底不用担心王有富一家在搞什么幺蛾子了。啊，吴叔你好，我家就住在卧龙村，咱还挺有缘分的。啊，自己人呐。这年轻人是卧龙村人，还是刘大拿女儿的男朋友。哎呀，看来这次让市里企业在我们县开设分厂的事儿有机会了。应总来了。应总好啊！哎呀，刘总好。嚯，吴书记。哎，刘总，你怎么还把女婿给带来了？难得有这种场面，我带着小子见见世面啊。哎呀，要不是你们家小丽下手快，我还想着让陈默跟我们家婉婉了解了解呢。那个这样，刘叔、叶叔，你们先聊，我随便转转。啊，哎，好。刘叔想借我这层关系和印飞文相熟，现在聊得热火朝天的，我的任务算是结束了。啊，看样子你和印总也很熟嘛？还好吧，就是他总是叫我去他家吃饭。你们村长是王有富吧？现在也到了重新选举的时候了。对，我呢其实准备推荐我二舅当村长。王有富岁数大了，确实需要一些更年轻、更有魄力的人当村长，对县里的招商引资啊也有帮助。吴书记，那咱们聊聊开分厂的事儿。好。那这样，印叔、刘叔、吴叔，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哦，好。哎，记得回家吃饭啊。好。先生你好，请问这次试驾感觉如何呢？不错，这个车低调又不失霸气，而且空间大，造型还帅，就它了。这个车的费用一共算起来是220万，对吧？对的，请问您怎么支付呢？刷卡。好的，先生。不错不错，这花钱的感觉是挺爽。不过今天我这一共花了300万，就剩700万了。哎呀，这花钱的速度倒是真夸张啊！不过明天我的超市就要开业了，希望到时候生意能够红红火火吧。表哥，这超市也太大了，这都赶上咱半个村了。就是名字太土了，为啥不叫沉默大超市？叫沉默大超市才土好不好？咋想的？二舅妈，我打算呢，这个摊位啊，就给你们改成这个卤肉摊儿。你们以后招2个人在这里卖卤肉，客源稳定，每个月应该都能有不错的收入。这太好了，我们该给你多少租金啊？哎，舅妈，咱提什么租金啊？提钱多伤感情啊！咱们都是自己家人，只要你们好好把这个摊儿经营好了之后，到时候也一样可以带动我们超市的客源，不是吗？小莫现在出息了，你放心，我跟你舅妈一定好好干，咱们一起挣大钱。哎，表哥，那我呢？我保安大队长的位置没人多吧？哎呀，给你留着呢，一会儿就带你去办入职手续。哎，你个小姑娘，你当什么保安大队长啊？咋寻思的？
陈默。对了，这个是我女朋友，叫做赵丽。这个是我二舅妈，这是我二舅。舅舅舅妈好。陈默这小子是怎么把你骗到手的？哎呦，长得真水灵啊！我们在一起还没多长时间呢。对了，这个明天超市也要开业了，这会儿可以先准备准备。对了，二舅，我这辆奥迪就留着你开着吧啊，车就停在你家车库。好小子，我说我家车库那辆车是谁的？那辆车一看就不便宜，我都没敢碰，原来是你的呀！那奥迪我就开走了，之后生意好了给你分红。哎呀，表哥哪能看得上这个小妾？我有预感，表哥将来一定会是大老板，我得好好干，我可不能拖表哥后腿。这一块啊，应该像这样啊，爸妈，怎么这么着急叫我们过来？出什么事儿了？让他说。是这样的，咱们公司制作的崔日高已经成功的打响了知名度，应总那边已经和我们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陈默任职的特殊部门已经成交了1000瓶崔日高，还和对方签订了5年的合作合同。那这不都是好事吗？你俩咋愁眉苦脸的呀？哎呀，舍不得呀。舍不得什么？我和你爸已经商量好了，把公司转到你的名下。我不行，我一点管理企业的经验都没有，公司要给我，那不砸在手里啊？我们会给陈默40%的股份，就当是提前给你们小两口的订婚礼物了。死丫头怕什么？我跟你爸还会在公司任职，只不过从老板变成了员工而已。赵姐，这不太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是准备辜负我女儿吗？不，我对小丽绝对是真心的。可是您给我40%的股份，价值好几十个亿呢，就这样给我，是不是太草率了？我相信我自己的眼光。公司也是我们一点一点的做到现在这个规模的，希望你能把公司做得更好。赵姐和刘叔既然这么相信我，我一定要把公司做成全国最大的医药公司。赵姐和刘叔把公司给了我和赵丽，但是公司现在的主力产品只有崔日高一种，不出几年市场肯定就会慢慢饱和了，必须得研发出来一些别的产品才行。陈默，你看这套房子怎么样？崔日高的药方是记录在一本中药古籍上的，系统商城里会不会有其他药方呢？什么？不是说一起看房子吗？你在发什么呆啊？对，看房子。哎呀，你这套公寓确实有点小了，咱也不能总回卧龙村那边怎么样？有看好的房子吗？你看看这个怎么样？水岸明底，3层别墅，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最主要是这个房子离咱们公司不远还可以啊。不过就是稍微有点贵，这一套加上装修，估计得1000万。1000万，这可是咱俩的婚房，要买自然就得买好一点的。之前卖药材的钱，再加上卖着崔日高的钱，我现在手里有2000多万，咱买得起。那咱们就选这套，我很喜欢。陈默，谢谢你，给我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系统，有没有类似崔日高一样功效神奇的药方青春影珠面膜药方5万系统积分，延年益寿丹药方10万积分。我现在只有12万积分。系统，给我兑换一份青春永驻面膜的药方吧。宿主成功兑换青春永驻面膜药方，花费5万系统积分。青春永驻面膜，主要材料是何首乌，还得是50年以上的才行。其他的辅药都是当归、党参比较常见的药材，就是不知道这50年以上的何首乌好不好找啊？强身健骨汤，激发潜力药。没想到这系统里还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看来我这以后只要有足够积分，就可以无限兑换药方了。既然如此，就先去找何首乌吧。进。陈总，咱们公司这个季度的财报出来了，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给您汇报一下。我以为公司老板都是随便做做，到点下班呢，没想到又要看文件又要听汇报，真不好当。现在说吧，咱们公司这个季度卖出了5万瓶催日膏，3万盒青春永驻面膜，再刨去一些传统的药品，除去成本，利润有20亿，比上个季度统计增长了200%。催日膏和青春永驻面膜的利润确实很高，这种赚钱速度放在以前的我可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呀。山强县那边的公司收益大概有多少？那边的消费能力普遍不高，利润只有5000万。没事儿，当做慈善了吧。赵氏医药现在已经是省内头部的医药公司了，整个省内的市场饱和的差不多了，下一步得把生意做到国外去。公司现在的流动资金大概有多少？大概80亿。下一步，哥要搞国际贸易。今天下午会议室开会，你去通知所有高层，务必让他们到齐。好的。我看人已经差不多到齐了，今天叫大家过来开会，主要是想商讨一件大事儿，看具体怎么操作，到底可行不可行。什么大事儿啊，陈总？我想在国外开一家分公司，主要卖我们的特色产品，例如催日膏、青春永驻面膜之类的。这个想法好像不太现实啊。是啊，陈总，在国外开公司的话，公司的流动资金都得投进去，万一失败了，那公司就得破产了。这机会和挑战永远都是并存的。我们公司现在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急需扩大市场规模。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想要再扩大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我觉得陈默说的非常好，现在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赌一把。反正现在公司是你跟小丽的了，我没意见。我也支持陈总，咱们公司产品什么功效，我们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相信不管在什么地方，有这样的产品就不愁没有市场。这样吧，我们举手表决一下，同意的举手。好，既然如此，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交由刘叔来全权负责。哎，你小子又想当甩手掌柜是吧？刘叔，我也是有苦衷的。你想，既然要开分公司的话，那必然离不开原材料，我肯定得多去弄点备着。另外，我和小丽结婚的日子不是也快到了吗？哎，国外的分公司现在怎么样了？我爸已经过去1周了，他说我们的产品在国外也是供不应求，得加大生产。现在公司每个季度的利润都在飙升，超市也开了10几家，而且生意都很不错。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感受到钱太多的烦恼啊！哎呀，我都忘了今天是婚礼彩排的日子。你快去换衣服，一会儿表弟该等急了。以前我一直觉得只要有花不完的钱就能获得幸福，没想到机缘巧合之下经历了这一切，才发现感情美满、家人健康才是最大的幸福。沉默我这就去啊。陈默，我今天就把小丽交给你了。你是一个可靠的男人，我相信你能把企业经营得这么好，也能把你们的生活过得更好。放心吧，刘叔，我会对小丽好一辈子的。哎，小丽，你今天真漂亮。谢谢你，沉默。从现在开始，你可就是我的老婆了。
老公。好，